49課，神給我的人生目的與呼召。我活着不只是為了生存，而是為了被呼召。有一天凌晨3點，你突然從夢中驚醒，盯着天花板，腦中蹦出一句話：我活着是為了什麼？你不是剛失戀，也不是人生卡關，只是單純的在某個突如其來的瞬間開始懷疑。每天醒來、上班、吃飯、滑手機、追劇、睡覺，然後隔天重複一樣的節奏，這就是活着的全部嗎？是不是有什麼比成為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活呢？書敏是一位廣告公司的設計師，年薪100萬， IG 粉絲3萬。他每天吃網紅早餐，穿品牌運動鞋，拍打卡照，外人看起來過得精彩无比。但他私下對我說，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像是努力經營快樂的機器人，好像我如果不活出一個值得被羨慕的人生，我就活得沒價值。他眼裡閃過一絲心虛，可是我內心根本不快樂，我只是很怕承認自己不知道活着的意義。其實我們大多數人都像書敏我們努力證明自己不是空虛的那群人，結果卻越活越像他們世界給我們的版本，人生的目的是贏。打開社群媒體、名人演講、成功學書籍，你會發現一個共同訊息：找到你最厲害的地方，然後發光發熱，創造影響力。聽起來有沒有很棒？但你有沒有發現，這樣的人生目的有個前提，你得很強，強到能出書、創業、當網紅、贏比賽、賺到第一桶金，然後你才有資格說我找到我的 calling。可問題來了，那不夠強的人呢？那中間分子，平凡如你我，每天趕捷運過一般生活的人呢？我們難道就沒有被呼召的價值嗎？在聖經裡，呼召不是給成功者的特權。你以為被神呼召的人是很厲害的人哦？但翻開聖經會讓你跌破眼鏡。摩西是個逃亡犯，口才又不好；大衛是被家人忽略的小兒子；彼得是個愛衝動又常說錯話的漁夫；瑪利亞是沒受過高等教育的鄉下女孩。神呼召的從來不是完美榜樣，而是願意回應的凡人。也就是說，人生的目的不是你去設計出來的，而是神早就寫在你生命藍圖中的原廠設定。你不是來地球試用人生的，你不是偶然存在的，也不是物質星球的靈魂。神創造你，不只是為了讓你打卡上班，吃好吃的，活久一點。他創造你，是為了讓你承接他的心意，活出他的榮耀。聽起來太抽象，來，讓我們換個說法。如果你是畫筆，他是畫家；如果你是旋律，他是作曲者；如果你是故事，他是作者。你不是自己畫出意義，而是被放進一個有意義的畫面裡。有一次我搭計程車，司機伯伯一路聊得很起勁。他說自己以前年輕時做生意也賺過錢，但後來失敗了，現在開車養家。很多人覺得他落魄，但他卻一臉滿足。我問他，你怎麼能這麼釋懷？他笑笑說，以前我以為人生目的就是成功，現在我知道，我每天接觸的人都是神讓我可以去祝福的對象。他說有時候乘客很低落，他就分享自己信仰的盼望。有些人呢心情不好，他就放一首詩歌，說幾句鼓勵話。
我知道我每天不是開車而已，我是在這城市裡跑來跑去，把平安送到不同角落。那一刻我超感動因為這就是呼召啊，在你的位置上與神同工。呼召不等於當傳道人，而是活出被愛與使命的人生。有些人誤會呼召就是要放下工作去全職傳道啦，其實不然。呼召的核心不是你做什麼職業，而是你用什麼心活每一天。神可能呼召你當一個溫暖的老師，改變孩子的一生；呼召你當一個誠實的老闆，建立有良心的企業文化；呼召你成為一個在辦公室裡活出愛與盼望的同事。你不一定要離開世界才能服侍神哦，你也可以在職場、家庭、生活中做他的見證人。神的呼召不是等你完美才開始，而是從現在就能回應。有些人說我還沒準備好，等我再成熟一點。但神的呼召往往發生在你最沒準備好的時刻。記得撒母耳嗎？他還是小孩呢，卻在夜裡聽見神呼喚他，撒母耳。神不是找最厲害的，而是找最願意說，主啊，我在這裡，請差遣我。美雲是一位上班族，信主1年多。有一天呢，她在茶水間遇到一位新進同事，看起來心情很糟。她問，你還好嗎？那同事說，最近壓力很大，甚至有點想放棄。美雲鼓起勇氣說，我也曾經這樣，但後來我在教會遇見了神，慢慢找回方向。她沒講很多啦，只是很誠實地分享自己的故事。沒想到那位同事幾天後主動問她，你說的那個教會我可以去看看嗎？現在兩人每週一起聚會，一起查經。她說，我原本覺得我只是個剛信主的小妹，但原來神已經可以用我。結語，你的人生不只是走到哪裡，更是為誰而走。如果你也曾問，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？我是不是被創造來完成某種使命呢？我的人生只是意外嗎？那麼，今天有個聲音正在輕輕地對你說，你不是隨便活的，你是被呼召的。他知道你，愛你，也給了你活着的目的。你不是為了迷失，而是為了被主耶穌找回。